有一种说法认为，人类其实不会真正死亡，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。而这种说法，有人认为早就出现在一些宗教文本里。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：谁能真正理解这些圣言的含义，就不会尝到死亡的滋味。时间来到1945年，在埃及上部一个叫纳格哈马迪的地方，一个普通农民在地里挖土的时候，意外挖出了一个用红色陶土做成的罐子。这个罐子里面装的不是什么金银财宝，而是13卷古老的手稿，外面用皮革包裹着。这些文献后来被统称为死海古卷或库姆兰卷轴。他们一经发现，就立刻引起了整个学术界的注意。其中有一部分文本被人偷偷带出了这个国家，甚至一度流入黑市进行交易。再后来，其中的一部分被荣格基金会得到，而研究结果显示，这里面居然包含了一部极其重要的文献《多马福音》。接下来事情就变得更关键了。公元325年，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召开了第一次尼西亚会议。在这场会议上，他们对各种宗教文本进行了详细审查，并决定哪些内容可以保留在新约之中，哪些必须被删除。而这些决定后来就成为了基督教神学体系的基础。说的直接一点，他们对原有的内容进行了编辑，把不符合他们意图的部分全部剔除，其中就包括多马福音、以诺书还有玛利亚福音等等。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认为，当年之所以这样处理这些文本，是为了让内容更容易被人理解，也更方便传播。但还有另一种说法，就更耐人寻味一些。这种说法认为，这些文本中可能包含了一些非常古老的知识，而这些内容并不符合当时他们想要发展的方向，所以相关的文本被移除了。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些内容，也正是围绕其中一种看法展开。他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人到底是什么。需要提到的是，即使在过去，也确实有人接触和接受过这些观点，但这些人后来往往被视为异端，甚至因此受到迫害。也正因为这样，这些群体后来被称为诺斯替主义者。他们尝试整理并传播一些观念，这些观念往往融合了神秘主义、宗教思想以及一些被认为是隐秘知识的内容。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这样一种不太为人熟知的版本，也就是关于耶稣曾经说过的一些内容的另一种记录。我们会看到一部文本叫托马斯福音。这里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点，如果按照这些记录的说法，如果你是一个真正认同他所表达内容的人，那么为什么会去否认这样一种视角？因为这种视角其实是在补充一个更完整的整体认知，而只选择接受其中一部分说法，而忽略其他部分，本身并不完全合理。这些内容被称为秘密之言，据说是由活着的耶稣说出，并由双生者犹大托马斯记录下来。耶稣说，谁能够理解这些话语的含义，就不会经历死亡。在这里，他其实是在比较明确地表达一种观点，也就是人作为一种存在，作为一种能量结构，或者说一种精神层面的存在，可能被认为是持续存在的。但关于这些话本身也存在很多不同的解读，其中不少甚至可能偏离了原本想表达的意思。而且有人认为，他当时提出的一些想法以及他和学生之间传达的内容，在后来的传播过程中被不断调整甚至改写，用来服务于权力、地位和控制。按照一些观点的说法，他本人的目的并不是去获得更多追随者，也不是建立一种上下等级关系，而更像是希望每个人都成为独立的个体，彼此之间是平等的。这里强调的不是划分高低，而更像是一种趋向统一、协同发展的想法。在今天的主流认知中，很多人会把它理解为一位教导者，如果不是面向所有人，至少也是面向相当一部分人。比较有意思的是，像信念会影响现实这样的观点，在一些宗教文本中其实也能看到类似表达。比如常见的一句话是，人的信念会产生影响。还有一个被反复提到的情节是，当他回到拿撒勒时，当地的人只把他当作一个木匠的儿子，并不相信关于他的那些说法，也不认可他所做过的事情。结果是，在他的家乡并没有发生那些被描述的奇迹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有一种解释认为，这和人们自身的认知和信念有关，也就是人们认为真实的东西以及他们愿意去做的事情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结果。接下来这部分就变得更有意思了，尤其是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些内容。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，如果有人告诉你那个所谓的国度在天空，那天空中的鸟就会先你一步到达那里。如果他们说在海里，那海里的鱼也会先你一步到达那里。与其这样说，不如认为
这个国度既在你之内，也在你之外。当一个人开始真正去理解自己时，也就意味着他开始被理解，同时也会意识到这种身份本身就是所谓活着的源头的一部分。但如果一个人无法认识自己，那么他就会陷入一种迷失之中，而这种状态本身也正是他所处的状态。那这些话到底在表达什么？有一种理解认为，它并不是在区分谁更高谁更低，而是在否定这种简单的等级划分。如果只是不断向外去寻找某种更高层级的东西，那就会一直存在更高或更低的比较。但另一种解释是，这里所说的力量其实更接近一种内在的东西，是每个人本身就具备的，只是人们往往习惯反复向外寻找，最后才意识到它可能一直就在自身之中。类似的观点在一些哲学说法中也能看到，比如有一种说法认为，学习有时候更像是重新记起。还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话是，所谓的新东西其实只是被遗忘的旧内容。为什么会这样说？一种解释是，很多信息本身就已经存在，只是人们如何理解和使用它，而人本身往往会通过自己的信念不断向外去寻找，最后才发现，其实在更深的层面，人似乎早就已经知道答案。接下来这一段内容常被认为是其中一个相当有力量的表达。也有一种说法认为，这部分内容之所以不常被提起，是因为长期以来被忽视，甚至被有意压下。但不管怎样，这些内容本身依然是公开存在的，任何人都可以接触到。继续往下看，这段内容一开始是这样说的：有一种说法认为，一个人在寻找的过程中不应该停止，直到他真正找到为止。当他找到的时候，可能会经历困惑甚至不安，而当这种不安出现之后，他反而会进入一种新的状态，最终对整体有更全面的理解。这里再次出现一个类似的观点，也就是并不存在绝对的高低之分，也不存在谁更优越谁更低等的简单划分。而有一种理解认为，一个人如果能够在当下做出清晰的选择，能够逐渐认识所谓的内在自我，并把这种过程当作对存在的理解、对知识的探索、对现实的观察，那么他往往会更容易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。也正是在这样的理解下，文本中才会出现一种说法，说一个人最终会掌控一切。这里更像是在描述一种状态，也就是一个人所经历的一切，所做出的选择，最终构成了他所面对的世界。换句话说，他所处的现实很大程度上与他的认知和选择有关。这里顺带提到一个词的来源，有一种说法认为，宗教这个词本身可以理解为回归自身。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，它更像是在强调一种回到本来的状态，也就是回到那个熟悉但被忽略的自我，从而用新的方式去理解它。接下来这部分表达就更直接一些，有一种解读认为，这些话更像是在说，按照这种方式去理解，像这样去看问题，把它当作一种事例。但这里并没有强调谁高于谁，而更像是在表达一种并行的关系，也就是一起前行，而不是被引导。再往下，有一段对话被记录下来，有人问，我们的结局会是什么？根据文本中的说法，回答是这样的：如果你还没有理解开始，那又为什么去追问结束？因为在某种理解中，开始和结束是相连的。如果一个人能够触及所谓的起点，那么他同样会理解终点，而这种理解被描述为一种不再经历终结的状态。在这里，有一种解释认为，这种说法更接近于强调当下，也就是一切都发生在现在，而所谓的过去和未来更像是一种经验或记忆的延伸，比如情绪、回忆、感受，甚至包括痛苦，但它们并不是当下正在发生的现实。接着又有人问，你所在的地方在哪里？我们需要去找到它。回答是，如果有人能够真正去听，那么他会意识到有一种光的说法存在于人本身之中，并且这种光被认为能够影响整个世界。这种表达更像是在说明，人不需要一直向外寻找，因为某些答案可能本身就在自身之内。在这种理解下，人被看作是能够做出选择的存在，比如选择呈现多少善意，呈现怎样的状态，在不同的人和情境中展现出不同的反应。那如果继续往下追问，人是从哪里来的？有一段说法是这样回应的：如果有人问起，可以说人来自一种被称为光的状态，这种光被描述为一种自发存在的源头，并以某种形式呈现出来。如果再被问，这是否就是你？那么回答是，人可以被看作这种来源的一部分。如果再继续追问，
这种来源在你身上的体现是什么？有一种回答是，它表现为两种状态，一种是变化，一种是回归或收缩，也可以理解为两种对立但同时存在的方向。这被用来描述一种更基础的结构，也就是许多事物中都存在的对立关系，一方面是运动，另一方面是静止。在一种理解中，可以说一切都存在于当下，没有所谓的时间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当人意识到这一点之后，又需要借助时间、空间和变化的过程去逐渐理解这一切。也就是说，这两种状态并不是对立分离的，而更像是相互配合、共同存在的。继续往下，有一种表达认为人来自光，可以被看作是这种来源的一部分。这种说法中还带有一种被选择的意味，但也有观点认为这种选择更像是对当下经验的一种描述，而不是某种固定的划分。接下来又有人问，所谓的国度什么时候会出现？在文本中的回答是，这件事并不会通过等待而发生，也不是一个可以指向具体位置的东西，比如在这里或者在那里。相反，有一种说法认为，它本身就已经存在于我们所处的世界之中，只是人们没有察觉到。这里再次出现一个类似的观点，也就是人所拥有的内在世界，或者说人所具备的一种整体感，本身就已经存在，而并不需要从外部获取。有一些解释认为，这种整体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信息状态，或者一种统一的结构，其中包含着各种可能性。也有人把它理解为一种整体意识，认为个体与整体之间存在某种联系。在具体的体验方式上，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说法。有些说法认为，有的人会通过某种直觉性的感受去判断接下来该怎么做。在前面的内容中，也有一种表达，把所谓的国度理解为一种覆盖在世界之上的整体状态。换一种说法，也有人把它理解为一种整体意识，或者说一种群体层面的意识结构，是所有个体共同构成的一种认知集合，而不仅仅局限在人类本身。在这种理解中，有观点认为，一切事物都可以被看作某种意识的表现形式。接下来有一段话被很多人反复解读，如果一个人能够表达出自身内在的东西，那么这种表达可能会对他产生积极的影响，如果没有表达出来，也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。有些解读会把这段话理解为人需要关注自己内在的倾向，比如兴趣、选择或者更深层的动机。如果长期忽视这些内容，而不断去追随其他路径，可能会逐渐偏离自己原本的方向。还有一种说法认为，如果一个人一直在做与自身倾向不一致的事情，可能会慢慢失去原本的动力和热情，从而影响到他对生活的体验。这里的表达有时也会被总结为一种比较简单的说法，比如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。但也有观点认为，这种理解本身只是众多解读中的一种。再往后有一句话用一个比喻来表达，为什么只清洗杯子的外面，却不去注意里面？这种说法通常被理解为一种提醒，也就是不要只关注表面的状态，而忽略更深层的部分。还有一段话是用一个比较直观的方式在解释这个问题，它大致的意思是，既然外在是被创造出来的，那么内在也同样如此。换句话说，有一种理解认为，人既处在所谓的外在世界中，同时也处在内在状态里，而这两者之间可能是相互对应的。在这种说法里，一个比较常见的理解是，人对外界的行为方式，比如如何对待他人，做出怎样的选择，某种程度上也会反映出他对自身的态度。也正因为这样，有人认为可以通过观察自己的行为去更好地认识自己，从而在不断调整中朝着自己选择的方向前进。同时也有一种观点强调，人始终是有调整空间的，也就是在任何阶段都可以重新做出不同的选择。接下来这部分内容通常会被解读为一种提醒，如果一个人把注意力完全放在物质层面，可能会逐渐忽略其他方面的体验。有些说法会把这些其他方面描述为更深层的状态，比如认知、感受，或者某种更抽象的存在形式。也有一种常见的理解认为，从科学角度来看，物质本身可以被看作另一种形式的能量。因此这里也有人会延伸出一种看法，如果一个人只关注物质层面的积累，比如财富、物品等，而忽略了其他维度的体验，那么整体上可能会出现偏向。但同样也有观点认为，这里更想表达的不是简单的否定某一方面，而是强调一种平衡。也就是说，与其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，
不如尝试把不同层面的体验放在同一个方向中去理解。有些解读会把这种状态形容为一种统一，也就是把原本看起来对立的内容整合到同一个整体中，从而获得更完整的认识。在一些相关的解读中，这些内容被看作是一类较为少见也不太被提及的思想记录。最后这一部分则更像是一种开放性的表达。也有说法认为，每个人对这些内容的理解都可能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每个人的经历和视角不同，因此对于同一段文本也可能会出现很多不同的解读方式，而这些解读并不一定存在唯一的答案。在这种理解下，也有人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内容，包括如何看待这些观点，以及如何理解自身的意义。换一种说法，这更像是在强调一种个体差异，而不是统一的结论。不同的人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。那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去看这些说法？